我素来知道这深宅大院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所在，才会庆幸与段景瑜的相识相爱是在无拘无束的塞外。那时我是新传来此地的医学生，而他是久经苦战缺医少药的少年将军。喂，是我救了你。那我必将用余生来还。后来我留在他的军中，与他共倾生死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干柴烈火，如胶似漆。许战伦中娶你为妻，无媚无品，委屈你了。我既非古代女子，亦不受礼教约束，只要你诚心疼我爱我，这一切我都不在乎。我段景玉发誓，此生定不负你。1年后，我们的儿子出生，又3年，他中了埋伏不知所踪。我背着孩子在死人堆里翻了3天3夜，喊到喉咙沙哑，指尖渗出的鲜血染红了衣衫。终于我救回了我的丈夫，我孩子的父亲。喂，又是我救了你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。2年后战争结束，他被封一品天策将军，风光无两。待到京城，我将欠你的一切都补上。可回京的那日，我却见到了他明媒正娶的夫人。夫君出征6载，那个妾室也是应该的，不知妹妹如何称呼？都说将军出征归来必带特产，见到叶家的时候才知道，我就是那个特产。夫君出征6载，那个妾室也是应该的，不知妹妹如何称呼？你不是说自己未曾婚配？我的确没有。你究竟是何人？2年前，将军于阵前失踪，父皇为冲喜，求前线将士平安，将我指婚于你。这简直是胡闹！我已有妻儿，怎能接受这赐婚？将军再大的功绩，也敌不过抗旨不遵的罪过。何况，若你执意违抗，休我另娶，女子最重贞洁，我怕是只能一死了之。将军三思，救我性命！我……我从未婚配，与他更无半分私情。是2年前我于战场失踪，圣上为冲喜才将嘉嫔公主赐婚于我。2年前，我不信你全然不知。没有人会给一个死人通风报信。那你休了他？这是圣上赐婚，我退不得。你真想叫我入府做妾不成？我虽不能抗旨，但妾室又何妨？你曾说过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娘亲，我想和爹爹在一起。你本非这个世界的女子，又怎会被妾室之身困住？阿离，我不接受。我是穿越不假，但你就生在此地，应该明白妾室意味着什么。那是别人，我不会叫你。妾等同于奴婢，可以被人随意打骂折辱，连我们的孩子也要做正气孩子的奴婢。若有一日你夫人心有不满，就是叫我发慢了也未可知。你说你爱我，可你何曾尊重过我？我以为自己的立场足够坚定，可是你这外室之子也配与我们一同读书？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打他！信不信我告先生打你们手板？我娘说了，你就是无媒苟合的外室，儿子就是野种，野种不配与我们一同读书。与此同时，段景瑜递交辞呈，恳请辞官归义，却触怒天颜打了板子，又要将他一家流放。
阿丽别哭，我不疼。再后来，叶家登门，断了儿子和夫君的前程，要夫家老小流放北地，九死一生，这就是姑娘想要的吗？明明造成这一切的人是你，少来道德绑架我！你以为公主就能为所欲为吗？我不过是父皇拉拢权臣的棋子，婚姻之事从来也由不得自己做主。你入府为妾，我向你保证，只占正妻之位，老死一生，绝不沾染你夫君半分。我不仅想要你儿子和他全家死，你就继续坚持。我只是坚持自己，难道这也错了吗？怎么昏倒了？大夫怎么说？你又受刑了。行军之人这点伤怕什么？不用担心我。我答应你。什么？我答应你入府为妾，但你也要答应我。我答应，我绝不会与他圆房，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人。我保证今后骗你、疼你、信你，叫昭儿做我唯一的孩子。我废除府上的规矩，叫你如从前一般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。阿离，我爱你的心此生不变。你若是做不到，那就叫我横死疆场，不得善终。虽为纳妾，但他给了我正妻的倚仗，十里红妆，8抬大轿，同饮和亲洞房花烛。我想有他的庇护，坚持现代人的初心，就算在这深宅大院内，也能活一出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可我还是低估了这封建森严吃人的礼教。唤醒他。谁？身为妾室，却拿着主家的做派。今儿个老身就来教教你规矩，把他拖出来。放开我！你们放手！谁许你们这样对我的？段景瑜呢？一个妾室也敢对男主子直呼其名，该打！我去找他，把他按住！放开！锦瑜不在，这个家由我做主，你害得我全家流放，我岂能叫你这个祸害好过？从今往后，成婚定喜必不可少。再有这般忤逆，家法伺候。母亲，妹妹久在塞外，无所拘束惯了，规矩的事情往后再说吧。公主大度容忍，便叫老身来做这个坏人。在我段家，向来没有妾室在正妻面前站着说话的道理。白日里的事情我听说了，多谢你帮阿丽解围，是我该系将军收留之恩。我忙于公务，阿丽和昭儿有劳你费心照料。母亲岁数大了，难免。我明白，将军放心，有我在一日，必不会叫江姑娘受了委屈。阿丽受委屈了，是我不好。你知我受了委屈，回来第一件事却是去叶家房中。段景瑜，你从前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人家帮了你，我总要去道谢。什么叫帮了我？若非为你，我何至于此？是你给了旁人欺负我的权利。可那是我母亲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一家人为你差点入狱流放，母亲天命之年为你担惊受怕，险些丧命，你忍让一下不可以吗？不愿为妾，怎就成我的错了？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，我只知自古忠孝难两全，没想到是我不好，我忙于公务，对你的关心不够。明日我就将母亲送去别院休养，可好？你要为了一个狐妹子将我送走？母亲，她不是狐妹子，圣旨不可违，但她才是我的妻，她的孩子才是我的儿子。我答应过教她无拘无束，要往后都如从前一般。您体谅体谅儿子。你就是鬼迷心窍。父亲当年不也是这般护着母亲？您气不过就多打几下出出气。
算了，儿大不由娘，我走。将军可真是绝世好男人，可惜了，这样的好男人终究也不属于我。后来婆母离境，叶家从不与我为难，日子照旧这么过着，他依然对我千依百顺。怎么又回得这样晚？京中不比塞外，少不得应酬。跟你说啊，我今天……明天再说，我很累了。可那一道不易察觉的裂痕，早就在名为爱情的白瓷上四散开来。哎，慢点吃。我吃饱了，出去了。去哪儿啊？这孩子总归能与同学好好相处，不似从前那般哭着喊着不敢出门就好。小公子早就不去私塾了呀。什么？夫人请了先生在家里教，小公子每日都去夫人那里读书，没跟您说吗？我以为自己的委屈总能被看到，以为自己的儿子总会站在我这边，直到我看到他们三人从马车上下来，嬉笑的样子，仿佛一家三口。文娘娘今日又送了我许多礼物，昭儿喜欢文娘娘。文妃娘娘也太惯着她了。母妃喜欢孩子，可惜我亲生是不会有子嗣了，能有昭儿娶她膝下承欢，她自然喜欢。阿离，你听我解释。嘉平公主帮我们不少，从前在母亲面前护着你，这些日子也从未与你为难，还请昭儿请了京城最好的先生传授诗书。我只是陪她进宫做戏，叫她的母妃放心，你何必如此小肚鸡肠？你怎么不与我争执了？我只是在想自己有多可悲啊！待到你移情别恋的这时，妾室之身连一纸和离书都不配拥有。我哪有移情别恋？嘉平公主为了你我厮守，放弃了自己的人生，甘愿有名无实的过一生。她付出这样多，只求我帮她演戏，叫她母妃放心，这难道叫过分吗？你若觉得委屈，不如去和他做个真正的夫妻。我都是为了你这叫什么话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清楚。当初若非你愿意开口为妾，我就是受军法，就是辞官流放，为了你也甘愿。我以为你是舍不得我受苦，感激你的以大局为重，可为何到头来你变成了这样？就因为你的猜忌，就因为你自己的不忠心，便将我的一切牺牲都视而不见，将我对你的爱如此践踏，还要将我推向别的女人。还用我推吗？你们一家三口不是幸福的很吗？简直不可理喻。为什么都这么顺着你，还要这样气我？将军不懂女子的心，为人妾室不安也是正常的。说到底都是我害了你，若没有我，你们也不变。是他变了，与你何干？相爱不易，给彼此多一点耐心吧。夜里风凉，将军早些回去。我真的会变心吗？他还是不肯吃饭吗？夫人昨个儿说怕您误会，叫小公子今后都不用去他院里读书，小公子便将自己关在房子里，不吃不喝，奴婢们也没有办法。昭儿，你想吃什么？娘亲给你做好不好？我不要你做我娘亲！你说什么？我被人欺负，大夫人会给我请先生在家里教，会去坏孩子家里向他们的爹娘讨说法。等我不开心，会带我去宫里玩，文娘娘还会送我礼物。先生说，父母爱子必会出其深远，我却为了一己私利，叫大夫人与我疏远，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满意了？断章，我是月怀胎生你，你这样跟我说话。为什么我生在你的肚子里？为什么我是你的儿子？你
这个卑贱的妾室，就该去死！这么喜欢叶家，就去做他的孩子。我不要你了，娘亲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过成了这样，也不知究竟走错了哪一步。明明一心向好，却被命运推着走得七零八落。夫君疏离，孩儿不亲，这世界已没有了我的牵挂。是不是从这里下去，就能回到我原来的世界了？再醒来时，我没能离开这个世界，而是和叶家一起被人挟持于城楼之上。段将军，娇妾还是美妾，你只能选一个。别伤他们，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从前我总会自信他一定选我，可这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慌乱与犹疑。再讲条件，这两个都别活。我替他选。公主，别乱动！秦深能嫁你为妻，我已然无悔。我知道你和江姑娘情深意重，若我死了，便可成全你们厮守。不要！踏进山水，数多少离合远去，停在他肩头如蝴蝶栖息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傻？我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失去江姑娘，你会心痛。舍不得。赵大夫，穿战衣！抱着叶家离开的时候，他大概忘了城楼之上还有一个我。为了你自己那点肮脏的念想，居然雇人挟持自己，江离，你真叫我恶心！你凭什么认定是我所为？就凭你活着回来。你不过就是想看看，若你二人同时遇险，我会救谁？你直接问就好，有必要闹成现在这样？嘉平公主受伤，圣上必定追责，届时你又当如何？不是我，我不信。我保证今后偏你、疼你、信你，就这儿做我唯一的孩子。段景瑜，你食言了。将军，你醒了，太好了。我睡了多久？7日，整整7日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绑架的事情，阿离也不是故意的，你能不能……我不会追究的。我明白，他这么做也只是因为爱你。那你呢？你是英雄，没有女子会不爱，我也不能例外。可没办法，爱情总是分先来后到的。我不会叫江姑娘吃醋，更不会叫你为难。你要与我和离？我搬进祠堂，亲登古佛，了此残生。只是可惜，未能有一子半女，去宫中陪伴母妃，是我这做女儿的不孝。你会有孩子的。什么？将军都3月不来看您了，小公子也赌气去了别处，您怎么还买口棺材在房中放着？多晦气啊！用得到，切记别叫人知晓此事。知道了。夫人倒是甚少来我这小院。本不该来的，但想问问妹妹何时将昭儿带回来。我倒是也喜欢这孩子，只是我有了身孕，月份大了，怕是不便照料。这是在向我炫耀有孕吗？怎么会？当初搞2选1的戏码也是你的手笔吧？我掉下去摔死，他也是你的，何必呢？不一样，你若死了，他必定怀念终生。只有叫他对我愧疚，才能真正偏向我。
从前我留在府上，只为拉拢权臣，护住母妃的恩宠。可怪就怪将军他太好了，他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去做。这样的男人谁不爱啊？人总是贪心的，有了一样就会想要另一样。你倒是坦诚。很遗憾地告诉你，宅斗才刚刚开始。好，嘉嫔公主有约，她说想叫你去伺候。我知道这事对不住你，但她因你险些丢了性命，又答应不追究你的责任，我总要给她一些补偿。你去伺候她，就当赔罪了。我若不答应呢？我若不答应呢？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，江离，你也该懂点事儿了。我总不能一直护着你。既然不爱，不如放我离开。与嘉嫔公主不同，我愿意成全你们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为你挨板子，为你送走母亲，为了你才与叶家冤枉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还要我还不够爱你吗？我在这后宅中的每分每秒都很痛苦。若你爱我，就该放我自由。休息！你如今只是我的妾室，我给你自由，你才能有自由。明明是早就猜到的结果，可真从他口中说出来，却是万分刺耳。人总要看到别人的付出，不能一直这样自私。江离，我爱你，却不能一味的纵着。自今日起，你闭门思过，没我的命令不许离开。好。我想着江姑娘是医女，有她照料放心些。不过随口一提，她不答应也就罢了。将军别气了。我气他如今为何这般不可理喻？为他做了那么多，却将他惯得愈发刁蛮。没关系，我自己也可以的。你不必为他说话，这次我必要他低头认错不可。不好了，将军，天元着火了！阿离呢？在里头呢。您说了，没有您的命令，不许离开。阿离，阿离！回将军，里头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，看着与江姨娘一般年岁。他怎么会死？我假死脱身重回北地，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改了名字，开了医馆，收入不高，但日子过得也算顺遂。1年后，捡到了一个重伤濒死的富家少爷。我是京城来的，一眼就瞧这姑娘眼熟。你尚未脱离危险，别自寻死路的好。听说段将军深爱的那个妾室在1年前放火自焚，找到尸体的时候都已经看不出人样了，但将军始终不肯发丧，就将尸体放在院中。行。夫人倒是生了个儿子，但日日受他冷待，关系也不太好。你听到这个消息，会不会开心一点？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我不认得他们，他们的生死更与我无关。你若敢透露我的信息，我便要了你的命。不敢。我可以拖延那人的病症，不叫他痊愈。可3日后，段景瑜还是找到了这里。我就知道你还活着。阿离，我就知道你还活着。公子认错人了，我名唤彩云。我不会认错的。那日府上的女尸的确与你一般年岁，但我一眼就认出那不是你。阿离，你化成灰我都认得。公子也别太自信了，再要叨扰，我便报官了。娘亲真的还活着吗？当然，她就在这里，但她生爹爹的气，不肯与爹爹相认。你哄哄娘亲好不好？我怎么哄？你不是受委屈了吗？就在这儿说给娘亲听，她不会不管你的。好。娘亲，娘亲，你出来看看châu儿啊！大夫人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不再待我好。他嫌我吵闹不懂事，还会打我手把。趁着爹爹不在家，日日向我罚跪。châu儿想你，châu儿知错了。娘亲。
真是好狠的心，连亲生儿子也不顾。阴魂不散，将军岂不是更狠心？宋柔夫人欺负自己的儿子，又叫那小小的孩子在我门前跪了整夜，明明作恶的从来都是你，怎么这骂名就要我来背呢？明明作恶的从来都是你，怎么这骂名就要我来背呢？我做？要我入府为妾的是你，背弃承诺的是你，对亲子不管不顾的也是你，怎么到头来深情的是你，无情的却是我呢？你只看到自己的委屈，对我的牺牲就视而不见吗？看到了，既然大家都委屈，都不得已，那何必非要在一起？可我是爱你，没有你我不行。从前那是我赖以生存的全部，但现在我不稀罕了。不就是记恨我让你做妾了？是你自己说的，你所在的世界人人平等，怎么轮到自己做妾便瞧不起妾室了？我答应入府做妾，是为了你的前程，为了你全家人的性命，更为了我们的儿子能有更好的生活。我委屈自己，将一切都寄托在你的宠爱之上。可后来呢？你所谓的保护没能护我周全，你承诺的信任却一次次崩塌。你给自己找了无数理由与叶家圆房，却始终没能想起来从前对我的承诺。我没有。你明明对他动了心，却要将变心的罪责推在我身上，好叫自己清白无垢。你真恶心！我何曾变心？方才你说的不对，我看不起的不是妾，更不是想纳妾的男人，而是精于算计、权衡利弊下的贪婪与懦弱。就这样结束挺好的，别叫自己难堪。这就要走了？那我怎么办？我的病还没治好呢。我没有一定要治好你的义务。都说医者仁心，你倒是不一般。遵循别人的规则，只会在规则中痛苦。我有我自己的规则。那我跟你走，给钱就行。且不说我有的是钱，就说你想与段将军摆脱关系，我也可把自己借给你，交他死心啊。背叛的那个人不是我，凭什么要我牺牲自己的清白，换他一个安心？娘亲真的会跟我们回去吗？不会的，他最是心软，总有为我妥协的一天。我方才为你担下此事，你一走就是数月，人情往来也全然不顾。你不要这个家了吗？他还活着，我要带他回家。他假死脱身，就是不想再与你有所关联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那我也要逃。那我呢？对你而言，我算什么？早在初见那日，你就知道我与他情深意重。从前你也是大度包容，怎么如今不帮我将他哄回来？这就罢了，还在这儿说离间之词。难道你从前的大度都是装的吗？你是何人？为何从这院子里出来？阿离呢？什么阿离阿苹果的？这宅子卖给我，自然就是我的了。卖给你？什么时候？就在3日前，彩云姑娘说要去别处行医，将宅子卖我，换点路费。他去了哪儿？那就不知道。你们别挡在我家门口，晦气！放手，去找他。他已经不要你了。不可能，他那么爱我，怎么会不要我？大夫人，都是你娘亲害的，他怎么不去死啊？夫人息怒，所幸将军如今顾不得大公子，不如……呸！贱人生下的孽种，也配做大公子？奴婢明白。放手！别碰我！娘亲，救我！铺子开在这里，他总不能还能找得到。你这算不算抛夫弃子？不怕被人戳脊梁骨啊？我在这个世上无亲无故，连名字都是假的，别人说什么又何必在乎？那连亲生儿子也不过？人总得先过好自己，才有能力关照旁人。他既然想要叶家那样身份高贵的娘亲，我这样的卑贱之人就别去凑热闹了。我给你变个戏法吧。嫁给我吧。我也给你变个戏法吧。啊？
你有没有见过画像上这个人？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你有没有见过？等真，但不告诉你。他挺不容易的，该放过的时候就放过吧。你现在找过去又能如何呢？无非是逼着他继续搬家，居无定所，四处漂泊，这就是你爱他的表现吗？他就要我再也不见他吗？你爱他吗？当然。那嘉平公主呢？我已经分给别人的爱情，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。哎呀，谁叫我心善呢？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了。什么？当初设计绑架的其实是嘉平公主，若不信就仔细拷问你院中的侍卫首领。不可能，他当然险些丧命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猜？我也只是因为爱你，我有什么错？是你害我与他离心，是你要他众叛亲离，是你装出一番伪善的模样，叫他在后山受尽委屈，是你。就算我用了心机和手段，可纵容我这样做的，不是将军你吗？我断井欲发誓，此生定不负你。待到京城，我将欠你的一切都补上。我保证今后骗你、疼你、信你，就这儿做唯一的孩子。经理，真叫我恶心。爹爹，是我错了，阿离，是我错了。下一个，放心，这次是来告别的。从前是我错怪了你，于是我没能遵守与你的承诺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阿离，对不起。知道了。我时常在想，说当初执意流放，也不将你入府为妾，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一样的。流放路上亲祖尽灭，待到日子久了，你还是会将这一切推在我身上。为了我放弃前程，为了我害家人惨死，我们终究还会走到这一步。难道就无解了吗？我曾看过许多穿越小说，可真轮到自己身上，才明白那只是小说。当代的思想适应不了古代的规则，男人的承诺也不会永远作数。会以独立之身硬闯封建的规则，才会死无全尸。但现在活在自己的规则之中，身在何处都是自由。人的幸福只能寄托在自己身上。明白了，祝你幸福。也无悔一生心动，让前尘泯灭，随风。后来公主过世，圣上睡疚，我本该死罪，却因边塞再起战事，戴罪出城。阿离，我爱你的心，此生不变。你若是做不到，那就叫我横死疆场，不得善终。我才知道，所有的激情都将归于平淡，所有的誓言都将败给时间。阿离，这一次我信守诺言。1年后，我收到段景瑜战死沙场的消息。又10年，在街头遇到了我的儿子。你怎么会这样？母亲难道不清楚吗？因你假死脱身公主急愤，便将一切怨恨都撒在我身上。寒冬腊月里叫我罚跪，不给我吃食，还命人打断了我一条腿。这些年你过得滋润，却未有一刻想过自己还有我这个儿子。母亲，你好狠的心，还真是与你父亲一般。小李，你站住，别走！害我至此又不管不顾，你配为人母吗？终于，我不会再为别人的指责羞愧不已，不会再为世俗的枷锁纠结内耗。
拿去给他，这也算是我身为母亲最后的责任。我对段昭问心无愧。少爷不是喜欢彩云姑娘，怎么不追啊？当时明月在，曾召彩云归，他心有所属，我何必强求？都这样了，他还爱着段将军？他爱的是那个曾在塞外与他共担生死、举案齐眉的段景瑜。大战问天宫水影，拔剑高歌纵马去。天欢云欢几下音，山长水长无归期。总是恩怨爱恨无穷尽，无边风流又到何处行？与你生死相逢，不枉红尘一场浪子游戏。